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土行者》。名字里边的土是土元素，是一种放射性的元素。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，因为游戏原本的名字翻译过来叫做 TH 反击战。其中 TH 是雷霆霍普的缩写，这里的霍普就是圆环、铁圈、篮筐的意思。但是在游戏的背景故事里边，雷霆霍普可以看作是一个专有的名词，它指的就是主人公所在的组织，还有组织里边的成员。咱们的主人公就是一位成年的雷霆霍普。这里要打第一关的 BOSS 看起来像忍者神龟啊。还有几个招式，突出火球，还有就是用背刺来冲撞，另外它的背刺也可以发射出来。屏幕上方就是 BOSS 的血量。游戏的流程不长，一共只有5关。大概15到20分钟之间就可以通关。游戏的难度也不高。尤其是在有连发的情况下，敌方很多的攻击方式，包括 BOSS 的攻击方式，都可以利用连发键来进行挣脱。这一点在街机平台的游戏里边还是比较罕见的。我现在角色是一个无敌的状态。但是它有时间限制，过一会儿就会消失。跟敌方发生碰撞都没有什么危险，除非是敌方的利刃攻击或者是子弹攻击才能够直接把主人公干掉。剩下的碰撞攻击，还有抓取等等，都可以利用你的连发键进行挣脱。这也是游戏难度不高的一个因素，而且如果你踩中了敌人，是会对敌人造成伤害的。这里是第2关的 BOSS 冲过的位置会留下一些火苗，这个火苗也是有伤害判定的，但是如果你踩中的话，就有一个烫脚的效果，并不致命。从这点上来说，这款游戏的很多判定真的是十分的温和。游戏的操作键一共是3个，攻击键、跳跃键，还有一个是超杀。我的超杀只有1发呀。应该会留到最终 BOSS 再进行释放了。第3关开场有一段平台的跳跃，后面的关卡里边还有。目前这个平台跳跃的版面可以看作是奖励关，因为有大量的分数。但是如果你撞到这些障碍物的话，也是会被秒杀的。另外遇到大坑需要跳跃换脚下的踏板的时候，要注意一下节奏。目前是第3关，咱们跳跃的时机可以早一点，但是后面遇到这样关卡的时候就要晚一点跳。
因为后面关卡的坑更大。敌方这个放电攻击是有碰撞的，但是不致命。它就是阻碍咱们前进的一个作用。上下楼的这个地方，只能通过箭头标注的位置才能够往上层进行跳跃。刚才地面跑过这种敌人，其实一点也不可怕。咱们可以让它咬住你，你按住连发键就可以把它干掉。实际上就是挣脱的时候踩到了它的头。这里是第3关的 BOSS 战了。这个 BOSS 要注意，不要和他距离的太近。他抓你的话是可以挣脱的。让对面主动的跳跃，咱们如果跳到他头上的话，他有可能向上，使用2只手进行拍击。所以打这个怪尽量不要跳，这样的话就没什么大的难度了。右上角是第4关的 BOSS。下一关会打他，不过打的时候他会变身，有点可惜啊。这个 BOSS 拉开距离就很简单。本作是1994年出品的，实际上它是一个续作。前作的名字一般叫做《雷霆惊魂记》，或者就叫做《雷霆霍普》，讲述的是主人公小时候的故事。具体的时间是本作的10年之前。本作的剧情主要讲述了丹尼尔·森布莱克博士率领着简·布雷克斯军团袭击了雷霆霍普的基地，目的就是要获得雷霆霍普组织的成长 DNA。所以你也能看出来，对面的这个组织利用 DNA 改造了很多的怪物。这里的版面变成了一个横版的飞行射击。我射出的子弹变细了。这游戏就是这点不好，你捡到的增加攻击威力的道具，它是有时限的，射着射着就变细了。横版的飞行射击这个版面只有本关有，好像又变细了。但是追上了第2艘飞船，有加攻击力的道具还是不要错过。这里应该还不是终点。BOSS 在最前面的一艘，他实际上是在逃跑。咱们现在的状态可以看作是能量爆发的状态，如果是在地面上，现在就是无敌的。但是主人公明显把这个能量用在了飞行上。印象当中，同一个游戏有多种版面的，在街机上不多。上一个玩的好像是刀锋领主，
有一关是骑在一个大苍蝇的背上，在空中飞，和敌方进行战斗。这里应该就是 BOSS 战了。BOSS 变成了一个石像骨一样的怪物，太可惜了呀！这个怪物致命的攻击就是2种，一种是吐出3个绿色的酸液，还有一种是吐出一阵喷雾，然后用翅膀扇出来。另外的攻击方式就是它留下的旋风会对你的移动造成影响，但并不致命。这种攻击方式还算是好组，毕竟它的攻击速度是很慢的。这已经是第4关的 BOSS， 难度仍然不高。接下来就是最终关了。游戏的重头戏就在最终 BOSS， 因为最终 BOSS 的皮简直太厚了，它的血量可能相当于前面4个 BOSS 的总和呀。我又进入了无敌的状态，无敌的时候就要快速的赶路。这些分数没什么用。地面的电网是不能碰的。刚才这个坑最后跳跃这一下要等一下，等一个节奏，等对面这个杂兵把子弹发射出来。虽然很多碰撞是不致命的，但是子弹是致命的呀。又是平台跳跃的部分，这里如果涉及到你要跳跃到下一个平台，就要晚一点跳了。这里的坑太大，跳早了是距离不够了。有的板子需要低头，有的板子需要跳跃，应该能看出来。其实这种设置有一点像咱们小的时候玩的马戏团，骑马的那关，原理是一样的。距离最终 BOSS 不远了。传送带是往后走，但是我没敢跳着走。这里见到的就是丹尼尔·森布莱克博士，他是不亲自上阵的，咱们要打的是他改造的终极怪物。这个怪物的血量超级厚，它发射的导弹可以往后，但最好的方式其实是往前。往后的话安全性高一点，往前你要注意，它挥拳的话你就跳跃。我还有一个大招，一会儿感觉躲不开了，可以放一下。
BOSS 身后发射导弹的这个东西是可以打碎的，应该是到一定的血量，它自己就碎掉。虽然作为最终 BOSS， 攻击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。挥拳的时候，咱们最好是跳起来，否则他会把你砸扁。另外，他的跳跃也能把人踩扁。再有就是注意躲他的导弹。一共才8根血，咱们现在打完了1/4。血量少了之后，它的攻击方式会发生变化。我放了一个大招，好像是带走了 BOSS 的1根血还是2根血，攻击力还可以，但是太少了呀，只有这么一发。他发射导弹的武器被打碎了，那这就不可怕了，踩就能把他踩死了。打完，这样的话通关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土星者》，也叫做《雷霆霍普反击战》，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